很多人以为砸进去1个多亿的招商，请来2张最当红的脸，一部剧就稳了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这部戏就是张凌赫和王楚然主演的《这一秒过火》。开播当天中午，播放量12小时冲破2亿3千万，热度值一路飙到2万2，稳稳站上电视剧热度榜第1。可就在同一天，它也被骂上了热搜，原因只有4个字：AI 片头。一部被寄予厚望的 S 加大剧，怎么会因为几十秒的开场，差点被自己的观众亲手掀翻？先说说这部剧开局有多猛。张凌赫1.9米的身高，王楚然1.72米，往那一站，气场直接拉满，被观众封为势均力敌的2张脸。剧还没播，预约量就先破了900万，光是招商就谈下了1个多亿，20多个品牌抢着上车，连奢侈品牌都愿意为这部民国剧掏钱。播出当天的广告位一共放了71个，创下了同类题材招商的新纪录。剧集改编自匪我思存的经典虐恋小说，讲的是军阀幼子慕容清逸和药商千金任素素的一段生死纠葛。少年被报错，受尽养父虐待，出逃时被女主所救，却也因此拖累对方家族，满门覆灭。3年后，女主假死归来，换了个身份，偏偏又成了男主哥哥的未婚妻，姑嫂变叔嫂，禁忌感直接拉满。这样的设定加上2张脸，所有人都觉得这部剧稳赢了。可就在开播的那一刻，风向变了。7月19号中午12点，剧集准时上线，首更就是5集，打破了平台惯常的更新节奏。观众们摩拳擦掌，准备好好追剧，结果片头一出来，弹幕直接炸了。那段用来交代男女主少年往事的开场，全部由 AI 生成，人物轮廓僵硬，光影塑料感十足，转场生硬的像 PPT。有观众说自己还以为打开了哪个短剧平台，也有人调侃这哪是民国大剧，分明是晨光游戏的过场动画。要知道这部剧走的是精致大制作路线，前期路透里男主公主抱女主的失身镜头早就吊足了观众胃口。可正片开场这么一处理，落差感瞬间拉满，观众的心理预期被啪地一下打回原形。这还没完，第2天豆瓣开分了，只有 5.1 分。这个分数直接成了今年暑期档所有在播剧集里最差的一个，同期播出的好几部剧评分都稳稳站在6分7分以上，唯独它成了垫底的那一个。评分曲线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形状，高分和低分两头堆积，中间几乎空了，说明观众的态度已经完全分裂。有人为演员的颜值和演技打高分，也有人毫不留情地打出1星，理由写得很直接，说自己是冲着大制作来的，结果开场就用最便宜的方式糊弄人。也有观众吐槽，说自己去年看到路透里男主公主抱女主的画面，满心期待的等了大半年，结果正片拍出来的效果还不如站姐随手拍的路透好看。说真的，观众其实并不反感 AI 这项技术本身，真正让人来气的是那种用 AI 偷懒糊弄观众的态度。传统的精编片头制作成本要30万左右，而 AI 片头的成本据说只要5万，省下的每1分钱都被观众看在眼里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剧方要是选择硬扛或者一味辩解，这部剧很可能就此在争议里一路下滑。但没有人预料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成为这场风波最大的转折点。7月21号晚上，剧方连夜发布声明，正面回应了片头争议。声明里没有找借口，而是坦诚最初想用快速转场的方式交代男女主的情感前史，还埋了几个后续剧情的小伏笔，结果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因为这种呈现方式引发了轩然大波，一切都始料未及。声明的最后是对所有珍惜和爱护这部剧的观众表达了深深的歉意。如果你也觉得一部剧愿意在争议爆发的第一时间正面认错，这份态度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道歉之后，剧方没有停留在嘴上，短短48小时之内，全新的真人实拍片头就正式上线，替换掉了原本的 AI 版本。新片头里是与夜里2人的奔波，电话那头的等待，旗袍下深情凝望的眼神，还有教堂婚礼的画面，配上民国特有的复古光影，一帧一帧都透着故事感。观众的反应几乎是瞬间反转，有人说这才是我们等的那部剧，终于对位了，再也不用一进画面就快进。
而就在同一时间，另一件事也在悄悄发生，观众开始把注意力从片头的争议转移到了演员的表演本身。张凌赫饰演的慕容清逸有一场雨中下跪的重头戏，是他自己主动跟导演商量加拍的。原生家庭留下的创伤，面对养父时那种深埋在骨子里的躯体化恐惧，全靠一双眼睛演出来，被不少观众称为封神级的眼神戏。王楚然一人分饰任素素和方木兰两个身份，从要伤千金到归来复仇的女子，转换之间层次分明，也让这段虐恋多了几分真实的重量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更心疼剧里的慕容清逸还是任素素？戏外的两个人反而是另一种画风。宣传期间，王楚然总是用轻松幽默的方式缓解张凌赫在镜头前的局促，调侃他跳舞的时候身体僵硬，也总能在尴尬的场面帮他解围。1.9米和1.72米的身高差，往那一站就自带宿命感，落水时的旗袍公主抱，成了这部剧路透里流传最广的名场面之一。有网友甚至开玩笑说，张凌赫简直是王楚然的头号粉丝，两人在直播间的互动也一度让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。从被骂上热搜的 AI 片头，到豆瓣开分5.1分，再到48小时内的道歉和换片头，这部剧走过的其实是一条很多大制作都没走完的路。观众愿意为演技买单，也愿意为诚意买单，唯独不愿意为敷衍买单。这件事的背后藏着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：观众不是不能接受新技术，他们能接受特效辅助，能接受场景延展，唯独不能接受的是把粗糙的成品当门面，把降本增效当成不用心的遮羞布。技术从来都应该服务于品质，而不是替代掉那份本该有的诚意。而这部剧最打动人的地方，或许正是这份敢于认错的态度。放眼整个行业，因为宣发翻车而彻底一蹶不振的剧集不在少数，愿意在争议爆发的第一时间站出来，坦然承认失误，而不是删评、控评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，其实并不多。一部剧能不能成功，从来不只是看开局有多萌，更要看它在跌倒之后能不能站起来，站得漂不漂亮。张凌赫用演技撑住了角色的重量，王楚然用一句句耐心的解释安抚了观众的情绪，剧方用48小时的行动挽回了口碑，这份三方合力才是这一秒过火真正逆风翻盘的原因。也难怪后来有网友感慨，这可能是今年暑期档最戏剧性的一次口碑逆转，比剧情本身还要精彩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聊到这里。你怎么看这场 AI 片头引发的风波？是可以理解的失误，还是不该有的糊弄？评论区见，我们下期见。